感谢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演讲分享的贵宾哦。那事实上应该只有我们2位非医疗的专家哦，他们都是医疗研究跟医生哈。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专长哈，比如我们是媒体搭一个平台。那这个董事长呢，以前是企业的非常棒的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啊，用你的专长来管理哈，来促进这个。刚刚周行一教授已经有一直呼吁，赶快把这个新药做出来哈，才是大家最期待的哈。那我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董事长，就是我们刚刚有这么多专家谈的有关失智症，从预防到照护到新药的研发到植物药的发展的方向，董事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刚刚所有贵宾所谈，你有所感要回应的？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谢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啊，也谢谢我们这个所有国家级的讲者啊，对我们做出很多精辟的解说。那也谢谢我们2位重量级的引言人啊，王慧君院士还有顾曼贤博士。那更重要也谢谢远见杂志啊杨社长啊，对这次的论坛啊举办我想我们得到非常多的这个启示。那对于所有的这个讲者啊，我要做任何补充坦白讲我是不敢，我是不敢。那但是呢，我要特别在这边呢给各位复习一下就是 FDA 在美国 FDA 里面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法规里面只分了小分子药、大分子药跟植物药那各位一定很奇怪，博泰为什么要专门选植物药呢？因为博泰目前来讲已经有23年的历史，我们在过去23年里面呢，有超过2万人实际使用的结果。刚才在下面我在迎接我们涂署长的时候他特别讲，爱有好照有好了，那植物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人身上确实看到有效，博泰才会投入这个植物药。那一般的人呢来讲说，植物药那是不是中草药？那我们特别强调植物药跟中草药不太一样那植物药的发展过程跟分子药的发展过程呢也完全相反举例来说呢分子药你要从化学结构里面找到相应的靶点，然后呢开始做细胞实验，然后再做动物实验，然后再做人体的试验。可是植物药呢，我们就看到在人身上有效，博泰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想我们在过去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现在做人体研究跟人体实验不一样确实人体试验跟人体研究是不一样的。那博泰呢，就是用很严谨的态度，我们先做人体研究，从人体研究里面得到很多比较精准的数据，我们才来定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人体研究，才能够更精准的去符合 FDA 的要求。好，我们谢谢董事长一开始复习一下为什么要做植物新药，也推荐给各位现场的来宾或线上的直播的听众，是我们远见有写一篇报道，有关于博泰为什么会走到植物新药的研发，那是一连串的巧合产生的这个结果不是一开始我就要做失智症的药，它是一步步的发现，在很多的功能治疗上是有效的或者是功能上是有效，才慢慢走到这个失智症的研发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董事长，是说那已经看到刚刚所有的演讲的贵宾有都提到，这个植物新药的确是一个未来的很有机会的解方所以在博泰的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呢？有什么计划？在讲这个之前我讲个小故事在上个礼拜我碰到苏田的这个护理师，因为我本人是参加苏田的这个健康管理这个会员10多年。我碰到这个护理师，他跟我讲，我说，徐董你现在做这个阿兹海默症对很多人有帮助。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有会员跑来问他说我做基因检测，我已经知道我有阿兹海默症。那他说各位，
我要怎么办呢？好，那事实上呢，因为现在的科学的进步呢，事实上刚才很多的专家都讲过了，我们有很多的检测方式啊，包括这个影像的这个检测啊，脑血流的脑流速的检测，包括很多生物标记啊，现在的生物标记包括这个 FDA 已经 approved 啊，至少有 NFL 啊，还有这个 P-tau217啊等等这些。当然，我们国卫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CCL11啊，这些生物标记啊，都可以让我们早期就知道您有没有可能得到失智。可是呢，我们反问一个问题：现在既然有这么多方式跟这么多的生物标记，为什么我们的卫生单位还没有大力去推？好，各位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个人是有疾病恐慌症的人啊。我儿子时常跟我讲，你爸爸你要注意你的心脏。他讲一次我听听就算了。可是他说神明告诉我你要注意你的心脏。我是有疾病恐慌症的人。要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健保系统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由血液里面知道说你有阿兹海默症，你会不会恐慌啊？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恐慌，因为现在呢虽然有药，但是它只能减缓，不能痊愈。好，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刚刚好像吴总经理也有特别提到，还是哪一位贵宾有提到说，现在也在进行台北的跟4家医院合作。那这个合作稍微讲一下，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进展？刚才我们吴总也特别提到，没有错哈。我们现在在台北的4家医院做300个人的人体研究。那刚才我们吴总也透露了，我们用4个生物标记。那所得到的结果，我们是蛮高兴的，蛮高兴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会朝这方面呢持续的去迈进。好，所以我们就期待了哈，因为刚刚周行一教授我已经期许说赶快这个药可以有进一步的进展哈。好，那我们其实上一开始我们的论坛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只是医疗的治疗的问题哈，因为整个高龄社会的这个长照的风险事实上是家庭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哈，所以是需要全方位来解决这一个面向构面的问题。除了医疗的解方之外，所以你会你这几年投入在失智症的研究研发，那个药物的研发，你对这一个问题的解决你会期待政府也好或社会也好投入什么样的资源来进一步解决这个失智的风暴问题？在我看起来，在台湾是最有机会发展植物药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农耕基础非常的稳固，还有我们有累积了30年的科技人才，那再加上现在 AI 的进步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面分析出来植物药的成分，也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借由现在很先进的质谱仪等等这些，我们都把这个整个研发的时间缩得很短。但是我们需要国家做什么样的协助呢？我们希望国家呢，不管是在资金也好在人才也好，甚至于在土地上面，可以给我们植物药业者最大的支持，因为我们需要的种植面积可能高达数千公顷那目前来讲，国家呢废耕的土地就有10几万公顷，国家每年要补贴10亿新台币在这上面。假设我们能够在植物药能够开发很成功，我们可以把台湾很好的土地让它再起运用，同时农民也能够提高他的收入那这也符合我们赖总统最近所提倡的以医养药，以药养农这样的政策。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植物药我们可以自产自销，不必要90%几还仰赖进口。
好，因为我知道这个博泰生医的这个植物药用的是黑豆嘛，哈，台湾的黑豆，所以以后可能我们坐高铁，不坐高铁可能看不到，坐台铁哈，沿线都可以看到黑豆，那就是一个蛮壮观的哈。所以需要的面积还真不小哎，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真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国际化，我们必须要面对全球，所以当你到 FDA 去申请。你要申请你的3期或2B 期的时候，他可能要看你的种植面积能不能提供全球这么多的这个患者的需要，所以我们在内部自己的估计啊，我们可能需要数千公顷这样的一个土地啊，那这样子正好可以把台湾所荒废的土地呢重新启用起来。好，那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呢，论坛真的要慢慢接近尾声哈。那我们筹备这个论坛也是好几个月啊。那刚刚哇，终于也大家如期的进行，很顺利的进行。那针对今天这一场论坛，董事长最后有没有什么结语结论？结语不敢，我一直以一个台湾的孩子自居哈。我们希望台湾呢能够被世界所看见。那植物药确实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希望不管说是政府也好，或投资界也好，我们真正拿出我们的努力，真正拿出我们对台湾的爱，我们用植物药让世界看到台湾，让老年的生活可以有自尊，更有尊严的生活。谢谢。好。非常这个期许，这个博泰生医可以有更快的进展哈。那我在论坛的最后呢，我也要再引用一下刚刚陈昌明副院长特别提到说，面对失智症哈，我们现在还是战败状态哈但是呢植物药可能它就是很快会是一个出路哈，会看到一个曙光哈。因为植物药特色是可以在早期就介入，而且是多靶点哈。我也都是今天才学的，谢谢陈副院长啊。那刚刚这个林欣荣院长也特别提到，上人的想法就是有病就一定要有药医嘛，所以我们非常期望说，这个一直还没有一个很好药物可以治疗、可以防治的这个失智症，可以在我们台湾这个努力之下，植物药努力之下呢，我们社会更做准备，产业愿意投资，政策也愿意支持，可以很快的看到这个曙光。再一次的谢谢董事长，有没有最后补充？没有最后补充，我们谢谢各位现场的来宾，谢谢讲者，谢谢大家，谢谢。